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即将面临经济灾难，美财长哀叹美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正当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9月8号未经许可闯入中国南沙美济礁临近海域，宣示所谓的自由航行之际，美国自家的后院已经起火了。也是在8号，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向美国国会发出警告，如果国会再不及时提高债务上限，那么美国在即将到来的10月就没钱可花了。这样不但美国政府面临关门，美国也不能按期支付到期的美债，从而触发历史性的债务违约。美国财长哀叹美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从表面上看，美国还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美国挣得多，花得更多，其实早就入不敷出了。这一点很像《红楼梦》里面的荣国府和宁国府，表面上看依然是花团锦簇的大户家庭，其实早就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靠向当铺借债来维持门面一方面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惯了，普通人存款极少，基本靠贷款维持日常开销。从国家层面美国要维持全球霸权，养了这么一支昂贵的军队，还到处惹是生非，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其他医疗、社保、教育支出哪一项都省不了。加上新冠疫情一来，美国控制疫情失败，导致美国经济数据呈现弹牙式的下跌。为了争取选票，讨好选民，特朗普和拜登都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收买人心和刺激经济，那就是一方面跟美国民众直接发钱，另一方面不断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资金，给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续命。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靠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疯狂的印美元这就导致美国的债务像火箭似的往上窜，以致马上就要突破美国国会定下的债务上限。早在10年前的2011年，美国就曾经面临过一次严重的债务违约危机。当时美国国会确定的债务上限还只有 14.3 万亿美元。不过最后美国国会还是通过了新的预算和债务协议，让美国过了这一关。但这一次危机导致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股市和消费者的信心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10年过去了，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达到了 28.5 万亿美元，几乎是2011年那次危机时候的2倍。而如今美国的日子比2011年要更加难过首先是政府抗疫失败，新冠疫情持续反弹，在过去的28天内，美国有超过420万人确诊。其次，美国的经济复苏乏力。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最新的数据8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仅新增了 23.5 万人，远远的低于预期的72万人，是7个月以来增幅最少的。在休闲和酒店业这些指标性的行业里面8月就业增长为0。目前美国的就业人数仍然比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水平低530万人。更令拜登政府头疼的是，之前的一些经济刺激计划在9月份就到期了，许多靠政府发钱过日子的低收入人群马上就面临无米下锅的境地，社会矛盾马上就要凸显出来。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债务期限也到了。为了规避债务上限被突破的局面发生，美国财政部采取了非常规的措施，通过收回联邦养老金计划中的某些投资，暂停新的投资这样一些手段，筹措新的资金。但这些非常规措施将在下个月里面用尽。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其他的后备方案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会再一次提高债务的上限。但问题是，以前美国碰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靠提高债务上限来解决问题，无非就是让印钞机受累多印点钱但现在可不是这么简单谁都知道钞票印多了就会产生通货膨胀，货币就要贬值。美元以前为什么这么坚挺是因为有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给撑着。
可以说这些年是中国大量的廉价商品帮美国挺过了一次次通货膨胀的危机，让美元的购买力依旧保持坚挺。现在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一样的看待，为了打压中国出尽了各种损招。在这种情况下，你美国还能指望中国帮你渡难关吗？所以大家看到啊，去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在走高，从1:7走高到现在的1:6.45。人民币坚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国购买的中国商品是越来越贵。你美国还以为能随便印点花花绿绿的纸啊，就来换中国的商品吗？对不起，中国不配合了，中国商品涨价了，而且你美国还不得不买，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的产能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了，不受疫情的影响。这也让美国印钱再多也买不到更多的商品，也就是说美国必然出现通胀的情况，严重的通胀一定会加剧社会的矛盾。这拜登能干多久啊？真悬了。所以啊，别看美国军舰还气势汹汹地跑到南海来，内行看门道，美国的里子已经虚了，咋呼不了多久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